这段一镜到底是整部剧最高光的时刻，诠释了什么叫用镜头语言和演员的表情来叙事。艾玛从车上下来，看了一眼旁边的持枪毒贩，目视前方，他瞳孔放大，脚步略微迟疑。保镖被拦下，他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瞥了右侧一眼，他很快收回目光，镜头开始环绕，展示他所看到的东西。地上到处都是尸体，这里刚发生了一场毒枭内部权力更替的大屠杀。旁边有2名毒贩悠闲地吃着东西，品着美酒，这份日常的松弛感与周围的尸体形成强烈对比，突出毒贩的残酷。杀人于他们而言，不过是吃饭喝水一样的小事。镜头环绕至艾玛身后，一名年轻的毒贩入境，艾玛跟随这人的脚步，镇定地走进别墅。镜头环绕给到艾玛正面，实则突出身后持枪跟随的毒贩，制造身临其境的压迫感。在进入里屋时，他在门口停顿了一会儿，胸口起伏，做深呼吸。这里有一个细节，艾玛越过对方留给她的椅子，径直坐到对面，这是为了对等的谈判。一镜到底的长镜头也在这里结束。Hello。身旁的2具尸体是大毒枭莱拉兄弟，艾玛此行本来是要向他们支付5吨可卡因的尾款。The money, please. 在这种令人窒息到喘不过气的压迫感下，艾玛镇定自若。I usually know the names of people I deal with. You can call me Manuel. 这个名字艾玛从未在毒枭圈里听到过，看样子是个好奇之秀。思索片刻后，他做出了选择。There's $32 million, Manuel. Thank you. 这是2人第一次见面，互相盯着彼此，这是一种试探，等待对方先开口。I need 2,000 kilos in 3 weeks. For shipment headed to Russia. Can you do that? Yes, I can. 曼尼尔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递过去。My phone number. 从进入别墅开始，艾玛的表现可谓是临危不乱，分析现场局势，做出最优解的判断。然而在来这里的前几个小时，他还只是个遇事慌乱、会哭会崩溃的菜鸟。大家好，这里是影坛教父，解说000的第4期。今天带来的这期故事是艾玛将5吨可卡因从墨西哥运到意大利的成长历程，非常的精彩。艾玛有个弟弟叫克里斯，跟随货轮运送5吨可卡因时，这批货被非洲的一个小国家扣押。艾玛得知后，第一时间来到达卡尔塞内加尔，并联系了当地处理此类麻烦最优秀的公关人奥尔玛。在奥尔玛的运作下，艾玛见到了海关码头负责人。Tout à fait. Notre marchandise est bloquée en douane pour un contrôle. Mais dans notre secteur, le temps est un facteur décisif. Nous devons l'embarquer sur un nouveau bateau. Et éviter ainsi les soupçons douaniers. 艾玛露出笑容，对方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要钱，而他也早就准备好了。然而这人收了钱之后却办不了事。Mr. Magambi, I can see your client has serious pain. But there is nothing I can do. For this kind of authorization, you must talk to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艾玛虽心有不悦，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即便被坑，他也只能强颜欢笑和对方握手。或许大家认为这人收了钱，至少告诉了艾玛该找谁解决这事，但其实这人的话说了跟没说一样。找海关总署署长是个人都知道对方能解决，但问题是级别越高越不好搞定，而且很容易节外生枝。艾玛的弟弟克里斯十分质疑奥尔玛的公关能力。I don't know about Omar. He didn't get any results today. What? I mean, what choice do we have with Omar? 克里斯欲言又止，似乎有别的想法，但终究还是没有说出来。次日一早，艾玛敲响克里斯的房门，让他跟自己一起去见海关总署署长。Yeah, I'm gonna sit this one out, get some rest. Are you okay? Yeah. Fine, just tired. All right. Good luck. 艾玛来到码头与署长见面，然而署长一开口，就让艾玛的心沉到了谷底。Why do you care about your cargo so much? Aren't you insured?
Well, our insurance covers economic damage, but it doesn't cover damage to my reputation. Jalapeno peppers. Yes, canned jalapenos. You think we Africans are stupid?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艾玛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 What's the bottom line? What's it going to take for me to get my cargo delivered safely? Your ship is broken down now, alright? Yes, it's waiting to be repaired. You will leave it here. And it will be a fair duty. 他没想到署长的胃口这么大，竟想要这艘价值1800万的货轮。还是那句话，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艾玛只好把货卸下来，想其他办法运输。然而署长刚走没多久，那辆警车就来到了卸货地。尽管他们有刚开好的通行证，但警察依旧要开箱检查。每一拨人都要在艾玛身上啃下一块肉才肯罢休。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明天一早去见署长，让他出面解决。晚上，艾玛辗转难眠，压力山大。克里斯敲响他的房门。 We gotta go. The police are coming. 现在我们跟随克里斯的视角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早上他拒绝和姐姐去见署长，是因为他不相信奥尔玛能办好这事，于是去找了当地黑市的一个商人。 Hey, you said you're the king of the port, right? I need to get something out of there, and I need to do it tonight. What do you need to get out? A shipment from a warehouse. What is it? Jalapeno peppers. 合作的第一步是建立信任关系。黑商认为克里斯没有诚意，懒得搭理他。对此，克里斯只好实话实说。 Look, if I don't get everything out of there tonight, the police are gonna open those cans. When they do, they're gonna find 5 tons of cocaine. 黑商沉思片刻后，索要50公斤可卡因当做报酬。克里斯这一步可谓是兵行险招，他与黑商之间并没有什么交情。克里斯患有家族的遗传病，需要丁苯那嗪这类处方药，但他没有医生开具的证明，药店不肯卖。离开时，门口的小混混盯上了他，把他带到黑商这里购买药品。两人认识不过短短2天，克里斯就大胆地向他说出5吨可卡因的事儿。他这一步究竟是错还是对呢？ 晚上，黑商带着2辆卡车进入码头，保安热情地和他打招呼。黑商在这里颇有势力和手段的，能调工人的叉车帮忙装货。这些辣椒罐头很快就被撞车带走。然而，在离开码头的途中，他们刚好被白天检查货物的警车撞见。黑商小弟探出窗外开枪，追击警车咬得很死。经验老道的黑商早已做好了犯事之色，通过安检围栏。黑商一个潇洒的漂移侧停，等到2辆卡车出来之后，只会提前安排好的半挂货车挡住路口，将警车全部拦下。 小弟从驾驶室出来，点燃手中的燃烧瓶。克里斯跑回酒店，叫姐姐艾玛一起离开。酒店后面的小路上，有黑商安排着精英人手。 Whoa, who the fuck is this guy? It's a friend. Come on. What do you mean? What the fuck do you mean? What's going I on? got our stuff out of the port. What? We're going to get it, Em. Come on, trust me. Where the fuck is our stuff, Chris? 事已至此，艾玛只好先跟着克里斯上车。两人很快来到黑商的地盘。艾玛看着这些人取出罐头里的货，简直要气炸了。克里斯赶忙解释 This is their cut. 50 kilos. Are you out of your fucking mind? I am saving our shipment. 艾玛眼睛瞪得像铜铃，此举意味着他们与当地警方彻底站在对立面。 Give me a fucking break. These people are helping us. Fucking asshole. You know what Dad really said before he died? He told me to keep you out of the business. Such a fucking liar. Because you couldn't do what I do. Because you're too fucking weak. 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当务之急是如何把货运出这个非洲小国。艾玛就来奥尔玛询问他该如何带着货离开。奥尔玛表示自己知道一条小路能出去。 We go to Casablanca because I have a contact there. Can make it work. These are my best men. 临走前，克里斯与黑商握手，有一说一，黑商这人能处，拿钱是真办事，也没有黑吃黑。克里斯这一步走得虽险，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只能搏一把。有时候黑帮比官员更靠谱。接下来，姐弟俩的目的是开车到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
那里有个合作多年的接头人，只要抵达卡萨布兰卡，就能有船走海运，将这5吨可卡因运到意大利。可途中要经过一片圣战地区，十分危险，姐弟俩又该如何应对呢？人灵第4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开头的一镜到底是整部剧在视听语言上的巅峰，但其真正意图并非塑造英雄，而是以近乎临场的压迫感，让观众直观体验毒贩世界的生存法则。艾玛和克里斯在非洲小国的遭遇，给人的感觉像是受害者一样，但大家千万不要忘了，他们是毒贩。当然，这些官员的贪婪也确实令人感到恶心。比如第一个海关负责人暗示艾玛也能解决这事，但却在拿到钱之后往上面踢皮球。海关署长则是将这种官方的傲慢推向极致，他连演都懒得演，直接索要价值1800万的货轮。然而署长拿到报酬后依旧不办事，让下面的人继续从艾玛身上割肉，将权力的具象化体现得淋漓尽致，诠释了什么是披着合法外衣的土匪，与黑商的诚信形成鲜明对比。当然，黑商之所以守信，并非出于道德高尚，而是遵循地下权力运转的规则。在黑市里，信用是硬通货，它的生存依赖口碑。除此之外，这么大一批货，盯着的人可不少。先不谈本地的政府高官，单就这批货的买家和卖家，都不是黑商能招惹的存在。安稳收下50公斤的报酬，知足常乐才是最优解，否则落得个人心不足蛇吞象的下场，可就追悔莫及了。